我和前夫同时再婚，并且在同一家酒店举办婚礼。仪式开始前半小时，我的100万婚纱变成了200块的廉价网货。转头就发现我前夫的现任穿着我的婚纱，美滋滋地拍照发朋友圈。我气得要报警，却被儿子拦住。他皱眉对我：不就是一件婚纱吗？你干什么总是那么斤斤计较？难怪我爸不要你了。今天是我爸和青姨的大喜日子，我替你做主，把婚纱送给青姨了。你穿这套200块的就行了，都快40的人了，你也就值200啊。他嫌弃我的口吻跟他爸爸一模一样。我知道，这儿子烂透了，那就和婚纱一起打包送给前夫吧。挺好的，希望他们能付得起95万的婚纱尾款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闹钟响起，化妆师提醒我，宾客都已经到齐，距离新娘入场就剩下15分钟。我妆容已经化好，就差穿婚纱，可是摆在我面前的就只有一套质感低劣的白色裙子，裙边的蕾丝已经泛黄开裂，看得出已经被使用过多次，看起来就像是学校话剧演出的服装似的。别说奢华，就连普通婚纱该有的庄重神圣都没有。要是穿它入场，我将会是今天最大的笑话。儿子罗锦晨单手插兜，不耐烦地催促我：妈，我说你就别矫情了，赶紧换上吧，别让你那小白脸老公等急了。说不准他会当场悔婚哦。像你这种不守妇道的老女人，错过这种又蠢又年轻的小白脸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从我亲儿子嘴里说出来的话。我知道他一直怨我跟前夫离婚，害他无法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所以3天2头跟我闹。我觉得亏欠他，每次都隐忍下来了，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他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报复我。我气得手都在抖，问他：为什么你爸结婚你就祝福，我再婚，在你眼里就是不守妇道？当初在外头有人的是你爸，他俯视我，那能怪谁？还不是因为你那时候不收拾自己，整天除了做家务就是管着我，一点女人的魅力都没有。我爸不找别人才怪。我心寒了，果然男人共情的永远都是男人。我咬牙说道：那件婚纱贵重无比，是按照我的尺寸量身定做的。杨青青比我胖，她肯定会撑坏的，你赶紧把她给我拿回来。儿子扑哧笑出声：妈，你这是拐着弯夸自己苗条呢？我告诉你吧，你这叫钱瘪。青姨那种丰腴的身材才配得起那套婚纱。我提醒他：撑坏了，你们赔不起。他越来越不耐烦，对我吼：你怎么那么贪心啊？就是见不得我爸过得好是吧？你个毒女人！我被他吼呆了，问他：你一直都恨我是吧？他抿着唇，随后说：随便你怎么想，反正婚纱的事情我已经做了，你今天要不穿这条去现场，要不就光着，随你的便。他扔下这句话就走了。化妆师为难地看着我：姐，还有5分钟就得过去了，要不将就一下？将就？我是不可能将就的。当初我就是将就着嫁给了前夫，害我过了10年的清苦生活。他在外头是老好人，对我却抠抠搜搜。我花自己的钱买一支榴莲都能被他念叨3年败家，他却能随随便便给素不相识的人捐100块吃饭。我每个月靠他给的2000块钱打理家里，过得紧巴巴，到头来却被他骂理财能力太差。后来我得了过劳肥，
他就更加过分，直接把2000块生活费缩到1500，说是帮我减肥。我带着儿子逛菜场买菜，撞见他带着小姑娘去奢侈店买3万块的包，我没忍住，在大马路上大闹，被他拖行了10米。这就是将就的后果。离婚后，我花了好久才振作起来，减肥、上班、修身养性。后来，在健身房里遇到现在的丈夫，他带我一起运动，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。每一次约会都很郑重地做安排，对我没有半点敷衍，让我知道自己也是个值得被爱的人。我渐渐找回年轻的感觉，我那么辛苦才找回这么美好的自己，要我再次将就，不可能。我发信息给闺蜜，让她先带人表演舞蹈，拖一拖时间，然后朝杨青青的房间走去。刚到门口，我就听到儿子狗腿的声音：哇哦，青姨，你穿着好合适哦。果然，我爸的眼光就是好，娶了个大美人回家。杨青青笑得很腼腆，你这孩子，嘴怎么那么甜？阿姨可不敢穿太久，还得给你妈还回去呢。不用不用，青姨，你就听我的吧。这条裙子是我跟爸爸欠你的，你头婚嫁给我爸这个二婚的男人，是你受委屈了。作为补偿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今天最耀眼夺目的新娘。至于我妈，她都二婚了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穿那么好没用。杨青青扭捏婉拒，虽然我好开心你能为我着想，可还是算了吧。我不想让你爸妈为了我吵架，更加不想看你被你妈妈责怪，那样我会很心疼的。他的手伸向背后的拉链，儿子急忙摁住他的手，说：青姨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妈那人也就是嘴上厉害，其实就是废物一个。再说了，我是她的心肝宝贝，我想要的东西，从来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说着说着，他眉眼扬起得意的色彩。我爸妈感情不和，我爸对他特别不好，可是他还是忍了好多年才离婚。为啥啊？还不是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啊。就算是跟我爸闹离婚那会儿，他也怕我爸抢抚养权，所以主动提出净身出户，只带走我。离婚后，他为了保证我的生活品质不下降，一天打3份工，还要抽空去接我放学，好几次都把腰累坏了。你说，他那么爱我，又怎么可能为了区区一件婚纱跟我计较啊？如果他真的过来抢，我就把这裙子撕碎，你穿不上，我让他也穿不了。听着这些冰冷的话，我的泪跟滚珠似的流淌下来，花了我精致的妆容。原来，他不是不知道我的苦，而是把它当作一种理所应当的付出。我预想过被前夫背叛，也预料过娘家不帮忙，却从来没想过，自己放在手心上捧的孩子会化作一把尖刀，从背后狠狠地刺向我。耳边传来熟悉的嘲笑声，我回头，就看到前夫罗俊靠在墙壁上盯着我笑，他目光猥琐地打量我，啧啧道：恩惠啊，这样才对吗？女人就该打扮才能守得住家庭，你看看你，稍微打扮一下，多好看。要是你之前也是这么打扮，我兴许就不会跟你离婚了。他笑容油腻，说话间，伸手过来要摸我的手，我随手扇过去，他眼疾手快地捏住我的手腕，用力把我扯到一侧，尖锐的鼻尖逼近我的脸，一说话就是满嘴的老烟味。跟你商量件事儿，今天你别嫁了。我失笑，什么？他眼神闪着晦暗不明的光，低声说：虽然我们离婚了，可你毕竟是我用过的女人，我不高兴你跟其他男人纠缠在一起，更何况当初我能抛弃你，这个男人一样可以。他比你年轻，用不了多少天就会腻了，到时候你一样会被抛弃，还不如
他顿了毒，低头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做我的女人，你放心，虽然不能跟你重婚，可我会抽出时间去看你。你要是租房子，我可以帮你出1/10。”这一刻，若不是担心脏了我的嘴，我真的很想咬死他。呸！他脸色阴冷，瞬间就变脸，松开我的手，装模作样的整理西装领带。已经给你机会了，是你不珍惜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他拉我走进杨青青的房间，一进去就宣布：“小陈，有后爸就有后妈，你现在还在读高中，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。为了你的将来着想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和青青阿姨一起过？”儿子短暂的惊讶之后，毅然点头：“当然了，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过了。某些人不知道珍惜，那就让他后悔去吧。”他脖子抬得很高，像一只骄傲的孔雀，等着我去哄。我提醒他：“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最基本的是非对错应该知道辨别了。你邓叔叔平时对你怎么样，你心里清楚。他冷吃，不就是给我几个钱吗？他那么有钱，能证明什么啊？钱不算什么。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读，非要去私立贵族学校？200块的鞋子不穿，非要穿几千上万的牌子鞋。”他脸都绿了，吼我：“钱钱钱，你就知道个钱！我真的受够你了。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你敢嫁给那个姓邓的，我就跟我爸过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见你了。”我看向杨青青：“你也同意？”杨青青为难着说：“恩惠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陈，把他当成亲儿子看待的。”我缓缓点头：“那行，立字据吧。”爷俩猛地抬起眼皮，一脸震惊，仿佛从没料到我会点头。我淡淡笑了笑：“不立字据，那就是空口跑火车，不足为证。”见我转身要走，儿子立刻举着手机录视频：“大家见证一下，从今天起，我妈要是敢再婚，我就跟我爸罗俊过，从此以后跟我妈没有一点关系。”他每一个字都是咬着牙说的。我的心情很平静，不知道是疼到墨汁绝了，还是真的看开了。总之，我不想跟他纠缠那么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的一切都跟你们没有关系了。我的裙子，请你们还给我。三人愣了一下，接着，儿子跟罗俊对视后扑哧笑出声。闹了半天，还是为了裙子啊？妈，你可真让我丢脸。我摇头：“我不是你妈了。既然你们喜欢这裙子，就穿着吧。”见我服软，他们懵了。罗俊想起什么，急忙问儿子：“小陈，这婚纱给钱么？”儿子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早就给了，是定做的。姓邓的派人去家里给他量好尺寸才做的。你说，要是没给钱，人家怎么会上门服务啊？也是，放心吧，你们俩出了事，我兜着，我兜着，等于我妈兜着，不会连累你们的。某人要是不给我兜着，我就一辈子都不原谅他，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里。”他用鼻孔冲我哼了哼，我的心已经冰冷发硬。说话间，我的化妆师带着几个人走来了。姐，婚纱方送配套的珠宝过来了。我还没看清楚珠宝的样子，就被儿子拉开。他殷勤地过去，把人拉到杨青青面前：“新娘子在这里，都给她戴上哈。”我没出声。不一会儿，成套的绿宝石项链、耳坠以及头饰就全都套在杨青青身上了。她像一颗会发光的宝石，隐隐约约见，朝我递来胜利者的笑意。我给了一个眼色化妆师，他立刻拿出一份协议，请新郎新娘在上面签字。罗俊很警惕，签字干什么？化妆师保持微笑，只是走流程而已。我们把货品送到，要确认客人是否签收。我来。
儿子毫无畏惧，结果还没拿到笔就被拒绝了，需要使用者本人签字才可以哦。我出声，不敢签就别签，把婚纱脱下来，物归原主。我来签。杨青青用手肘对了对罗俊，显然是舍不得脱下来。罗俊撇撇嘴，不就是签收吗？能有啥问题？我签。他刷刷落下自己的大名，杨青青也跟着签下自己的名字。化妆师收起协议，笑道：那么，购买者更换成功，这套婚纱以及配套的珠宝首饰就属于杨青青女士所有了。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把原购买者苏恩惠女士的定金返还。那么，杨青青女士，您一共需要付款99.99万元，寓意婚姻长长久久。杨青青脸色大变，不是，我不买。她剧烈的摆手。下一秒，一道清脆的撕裂声响起，婚纱的腰线被她撑爆了。服装师微笑掏出刷卡机，请问是刷卡还是微信？3个人脸色不约而同，全都变黑了。杨青青快要哭出来了，无措地拉扯着罗俊的手臂。罗俊又将眼神递给儿子，儿子深吸一口气，扬起脖子就说：这裙子是我妈定做的，你们该问她要钱。服装师小姐姐保持微笑，合同收货人是杨青青女士，而且衣服穿在她身上，理应由她付款。杨青青闻言立刻就要脱掉裙子，撇清责任：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试穿而已，两裙子是苏恩惠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服装师表现得有点不耐烦。既然如此，杨女士，我们只能报警解决了。杨青青直接吓哭了。儿子气冲冲地走到我面前，妈，你说句话啊。我冷眼扫他，我现在只想说2个字：活该。我的吉时已到，就没有在那里耽搁功夫。当我要走时，儿子挡在我面前，手里举着一把刀子。妈，我今天就只想让我爸风风光光地把青怡娶回家，钱的事，你如果不搞定，那我以后再也不会见你。以此为证。话音落下的刹那，他用刀尖在手臂上割出一小道口子。罗俊吼我：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，他流血了，你没看见吗？赶紧答应他。看着他们一个个理所当然的样子，我突然生不出气了。我点点头，行，既然你都放话了，那不见就不见吧，反正我生你养你17年，对你问心无愧。我无视他眼里逐渐放大的震惊，转身就离开那里。杨青青急得哭出声，儿子安慰她：青怡你别着急，我妈那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放心吧，她不给钱，我就不去参加她的婚礼，看她还怎么结。一会儿她发现我没去婚礼，肯定会回头找我，到时候就是她求着给我们付钱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快步走开。迎面走来几个小姐姐，推着一件华丽的婚纱。苏女士，你好，这是邓先生让我们送过来的，他说他都知道了，让您别担心，好好当最美的新娘即可。原来如此，我还疑惑那服装师怎么会来的那么及时，原来是邓玉在帮我。我悬在喉咙的心终于落回原位，清晰的幸福感撑满胸腔，让我渐渐遗忘刚才的不愉快。新婚纱不比那套差，甚至价格比那一套还要贵20万，尺寸刚刚好，贴合我每一寸肌肤，舒适又端庄。婚礼在所有人的祝福声中完美落幕。朋友问我儿子怎么没来，他们都知道，我最视若珍宝的人，就只有我儿子，怎么重要的日子，他怎么可能会缺席呢？我一笑置之，淡淡道：从今以后，他跟他爸爸过了，今天他爸也结婚，就没来了。大家愣了一下，随后很同情地看着我。我老公握着我的手，贴心地安慰我说：没关系，你还有我。
今后的路，我陪你走。我点点头。婚礼结束之后，老公带我直接飞去度蜜月。下飞机已经是8小时之后，手机刚开机，就看到几十通未接来电，还有99加的微信消息。我粗略扫了一眼，除了一大堆咒骂之外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儿子被抓去教育了。他没说原因，只一个劲儿地叫我赶紧过去把儿子领出来。我就联系酒店服务人员，询问情况。原来，在我举行婚礼的那段时间，远景去了，杨青青和罗俊2人都拒绝赔偿，被当场带走。儿子指挥远景去找我要钱不成，就上手袭警。后来，在远景的教育下，罗俊2人不得不妥协，把卡都刷干净了，才付了婚纱价钱的1/5。2人答应会尽快付干净。儿子由于态度恶劣，不认错不道歉，现在还在看守所里待着。此时，罗俊又发了一条消息过来：苏恩惠，我 CNM， 儿子还在读书，你就害他被抓去局子里，你还配当一个母亲吗？你简直不是人！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怀孕就是高龄产妇了，你以后都别想生了。说白了，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我是肯定不会管的。你爱管不管，就让他在里头烂掉算了。想让我去处理也行，你赶紧转100万给我。不对，是200万。100万是婚纱的钱，剩下的是精神损失费。现在的他，完全就是一只张牙舞爪的苍蝇，嗡嗡叫个不停，再怎么嚣张，也就只有烦人的效果。我不紧不慢地发了好几张自拍过去，沙滩、海风、爱人，还有精致悠闲的我。随后，我附带了一条语音过去：你得了痴呆我可没有。他昨天已经口口声声说过，要跟你，不跟我。你自己也说过，不让我陷他了。怎么现在我按照你们说的做了，你急头白脸的呢？哦，该不会昨天是激将法吧？不好意思，我不吃那套。我只知道，我儿子背叛我了。这样的白眼狼，我不要了。送你吧。他气得暴跳如雷，狂发了6条1分钟语音过来，我一条都没听，直接拉黑删除。但是，该截的聊天记录，我一条都没落下，都给儿子转发了过去。我要让他看看，他偏爱的父亲，在他落难的时候，是怎么想的。大约13小时之后，当我和丈夫在吃烛光晚餐时，儿子回消息了。第一句话就是咒骂声：你少他妈的伪造聊天记录来离间我跟我爸的感情。他刚才和青姨亲自来接我出去了，他才配当我的监护人，而你不过是个送货的。去死吧你！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让自己平复心情，随后冷静地回复过去：你那么嫌弃我，想必也不想再跟我一起过了，那你回我那边收拾行李吧。他直接发了一个视频过来，视频画面里，他已经在家里打包好了5个大行李箱，镜头扫过的地方，几乎已经被他搬空了，就连电视机都被抬走了。他还硬气地回应我：不用你说，你这个破房子我1秒钟都不想待了，一会儿我爸就来接我去他那边，我们住大别墅，馋死你。说罢，他发了一个中指过来：我祝你和那个小白脸早生极乐。飞机失事，潜水淹死，造娃暴毙。发完这条消息，他就把我拉黑了。没多久，我朋友就发了几张截图给我，儿子发了一条朋友圈宣布正式跟我断绝关系，结果被很多长辈批评了，他一条条的骂回去，毫无教养可言。人家说他白眼狼，不念及我的好和辛苦，他就骂人家愚蠢，说我生了他就得养他，这是义务。有人说他爸不称职，表里不一，他就骂人家祖宗18代，
说自己老爸是天下第一好，是一个能为他付出生命的人。讽刺的是，批评他的人都是罗俊那边的亲戚。现在，他把那群人全得罪了。据我朋友说，罗俊现在正一个个地找他们赔礼道歉，顺便借钱。那些亲戚早就被他坑怕了，早年结果不少钱给他，结果最后都赖账，每一笔都是我害的。因此，那群亲戚跟我的关系比跟他的好太多了。现在他想找人借钱，不好意思，默人会蠢到被骗第二次。我一笑置之，反正现在这些也不关我的事了。接下来的10多天，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。据朋友说，罗锦臣每天都更新自己被父亲疼爱的日常，同时不忘骂我是一个毒妇，声称一辈子都不会再见我，等着我上门去求他回家。他所谓的父爱，就是罗俊点的5块钱早餐，1个鸡蛋1杯豆浆外加1根油条。我以前为了让他营养均衡，每天都是5点钟就进厨房里忙活。这种付出，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。看他不思悔改，我心里面那最后的仁慈也消失了。我托人帮我把那套房子挂到网上卖掉，毕竟那房子是我为了给儿子读书买的学区房，现在他视我如草芥，我自然也不会见到继续倒贴。同时，我退出所有补习班的群聊，不再以罗锦臣妈妈自居。1个月后，我度完蜜月回国，直接跟着老公去京城生活。在 A 市的房子已经成功卖出去了。这几日，前后后共有10几个老师找我，无一例外，全都是让我缴费的。罗锦臣同学今年的学费还没交，现在就只有锦臣同学奥数课的学费没续上哦。过了今天再不交的话，我们就只能把名额给别人了。诸如此类，全都是催缴的。说来可笑，罗锦臣这个眼里没妈的白眼狼，居然能门门功课优秀，是学校寄予厚望的尖子生。不过，想想也情有可原，他智商本来就不低，再加上我长期给他报班补习，又送他去师资力量雄厚的贵族学校读书，成绩自然也不会差。我记得他放暑假的时候说过，要在高3这一年好好发挥，将来考一个光宗耀祖的好成绩，扬名全国。我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，立刻熬了1个通宵给他研究学习计划，联系补习班。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候的自己，觉得真傻啊。以后我不会再犯蠢了。我把罗俊的联系方式全都推给这些老师，让他们找他要钱。半天过去，我老公告诉我，说罗锦臣住院了。罗俊联系不到我，直接从儿子的手机里找到我老公的联系方式，跟他要钱。我老公为人正直，看到罗锦臣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的照片，立刻就心软了。手术费好像要100万，单子都出来了。我笑着问他，你难道真的相信？我老公摇头，我只是觉得他是你的儿子，我不能赌，万一是真的，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机会，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我感激地看着他，想了想，便说，这事你不用管了，我亲自去送钱。当天下午，我就飞回了 A 市。夜幕降临时，我拎着一条无毒宠物蛇到医院，刚进病房，就看到罗俊和杨青青分别趴在床的两侧，都是面容憔悴，一夜未睡的样子。听到动静，杨青青睁开眼，姐，你来了。她红着眼走过来抱住我，太好了，你来了就好了，我们小陈有救了。罗俊抹着泪走来，恩惠，孩子如今这个样子，我们以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了吧。我打量着他们身上的衣服，又旧又烂，至少有3个补丁。要知道，他们平时都是穿金戴银，非名牌不穿的。我淡淡道，你们是从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衣服？杨青青眼泪哗啦啦地滴下来，姐，
别说了，我们为了还清婚纱的钱，把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掉了，房子、车子、首饰，还有我的陪嫁，都卖掉了。这2日，孩子突发急症住院，也把我们身上仅剩的5万花的差不多了。医生说，光是手术费用就要100万，还不算之后的治疗费。这病是罕见病，好在能治好，就是需要钱。罗俊接着话说，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们是不会想到求你的。你放心，等孩子以后好了，我们一定会还你钱的。我微微一笑，多么熟悉的一幕啊！罗俊，你记得吧？那年你把我的存款赌输了，也是这魔跟我哭诉的。他脸色变了变，轻斥我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提这个干什么？我已经知道错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孩子啊！我扭过头去，哼，你们那天跟我说的那么决绝，骂我骂的那么难听，还撺掇儿子不认我这个妈。现在有困难了，知道求我了。杨青青张口就说，对不起了姐，我为那天的事儿跟你道歉，是我贪心，看见你婚纱漂亮，就提了一嘴，都是我的错，求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吧。罗俊点头，我也跟你道歉，都是我不好，没有顾及你的感受，在你结婚的日子给你那么大的难堪。我冷笑，就嘴上道歉而已啊。罗俊眼神变了变，一咬牙，就自己扇自己嘴巴子。杨青青也跟着做模作样打了2下自己的脸，虽然都是虚情假意，但看着还是有点爽的。打完之后，罗俊说，你看，我们也道歉了，你就别计较了，承认吧，其实你也担心儿子，不然怎么会亲自过来呢？我哼笑，默默走到床边，看着床上带着呼吸机的儿子，叫了他一声。他缓缓睁开眼睛，艰难地朝我伸手，管我叫妈。罗俊解释说，孩子现在动不了，话都说不全，只能靠呼吸机才能活着。我这可怜的儿子啊，眼看着就要开学了，他可是门门优秀的尖子生啊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我把手伸进包里，对他说，儿啊，妈只找到料解药，包你立刻就能好。说罢，我直接把那条宠物蛇丢到他胸口上。啊，蛇！卧槽！短短2秒钟，上一秒还病恹恹的儿子就生龙活虎地跳起来，从床上蹦到床下，一手扔掉呼吸机，而后像一只猴子一样爬到窗口上。所有人都呆住了。我笑了，你们看，这不就好了？罗锦晨怔住，旋即冒出火气，从窗户上跳下来，指着我的鼻子怒骂，你他妈耍我们！我冷脸瞪着他，我只是以牙还牙而已。你们演这么拙劣的戏码，装破产，装病，不就是为了从你们看不起的我身上骗钱吗？罗锦晨咬牙，那是你该出的，谁让你买那么贵的婚纱？要不是你买，青姨也不会眼馋，我也不会偷给她，后面也不会有那么多事儿。他拍着自己的胸脯说，现在我连学费都交不上了，都是你害的。我鼓掌，好一个受害者有罪论，你上学学得好啊。他脸长红了几分，咬牙切齿地说，你少阴阳我，这钱你到底给不给？罗俊态度没有他那么硬，忙说，恩惠，骗你时我们不对，可我们也是无计可施了，房子车子确实都卖掉了，这点我们莫骗你。杨青青点头，是啊，姐，婚纱那边追着我们给钱，我们哪儿能不给啊？给了就破产了，连孩子的学费都交不上，这才没辙了。找到你了，反正你嫁了一个有钱老公，光是婚纱就给你买了100万的，这给我们几百万花花，也不事儿吧？罗俊又说，你也不忍心看着儿子读不了贵族学校吧？这可是他的一生啊。3双眼睛都殷切地看着我，我叹气，
罢了，谁让我是孩子的亲妈呢？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支票，这里是30万，足够给孩子缴费了，剩余的能支撑他舒舒服服地读完高中。罗锦晨哼了声，斜着眼说，才30万，小气鬼。不要。罗俊急忙接过去，要，当然要，孩子现在是我养，就由我管钱吧，我明天就去给他缴费。我看向罗锦晨，你听到了吧？明天你就可以按时去上学了。他依旧一脸不屑，那是你该做的。我微微勾唇，转身离开。我没有回京，而是在酒店住下，让人秘密监视罗俊。探子告诉我，罗俊离开医院后，就带着杨青青回酒店了。卖房之后，他们一直住在酒店，儿子住在100多1晚的城市便捷，他们则住在400多1万的橘子水晶。天还没亮，两人就办理退房，直奔机场。据说，他们联系了一个团队，要去旅行结婚。两人落地另一座城市时，罗锦晨正拿着书包去学校报到，结果却被通知没有缴费。这是私立学校，只认钱，不认人。儿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赶出了校门口。我在不远处看着他心急如焚，一遍遍地拨打电话，大概是打给罗俊的。显然，罗俊没接，他气得快哭了。我下车走过去，见到我，他怒问：“你把我爸弄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他没有给我缴费？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是啊，我钱都给他了，为什么他没给你缴费呢？”他喷着口水怒斥我：“一定是你搞的鬼！”我默不作声地把探子发给我的视频给他看，画面里，罗俊带着杨青青吃大餐，坐直升飞机观光，拍婚纱照，过得滋润无比。他看呆了。我当着他的面用另一个手机给罗俊打电话，他接了。哪位啊？我直言，你拿着我的钱去哪儿了？他哼笑，你知道了，那也晚了。现在支票在我手上，你拿不走。儿子本来就不是我想要的，还给你了，我才不要这个累赘。罗锦晨把手机抢过去，对着那头吼：“爸，你怎么能那么对我？我是你亲儿子啊！”那头愣了一下，接着很不屑地说：“老子还年轻，还能生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儿子，你太拿自己当回事了。我劝你啊，赶紧跟你妈认错，说2句好话，他那么蠢的人，一定会心软的。”罗锦晨瞪大双眼：“我是为了你跟杨青青才跟我妈绝交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那是你蠢，活该。”罗俊说完就挂掉电话了。罗锦晨一脸死寂，恍若被抽干了灵魂。面对我的注视，他一个劲儿地闪躲，最后蹲下来，捂脸啜泣。半晌之后，他问我：“你不会原谅我的，对不对？”我点头。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，你却一点都不念及我的好，抢我婚纱，咒骂我，实在不是一个孝子所为。我不敢置信，你跟着我那么多年，我对你怎么样，你爸对你怎么样，你难道都不清楚？还是说，你只能共情你爸爸对于我的付出，你就觉得是天经地义？他脸色变了变，咬唇不语，一句道歉都没有。我直言，让我再像以前那样对你，不可能。但你终究是我生下来的，我对你确实负有法律义务，所以我会给你最基本的供给，你爱要不要？他欲言又止。我转身上车。没有续费之后，他的贵族学校以及各种补习班都无法继续去上。我把他迁回他爷爷奶奶那边，在那边的乡下继续上高中，吃喝住学习都安排好了，我就回京了。对他，我已经仁至义尽。同时，我的电话被罗俊打爆了。打到第45次时，我接听，
他的声音满是惊恐，问我：恩惠，你那30万怎么取不出来啊？是不是哪里出错了？我哼了声：银行人员莫告诉你吗？我取消了啊。他大骂：你怎么能取消？你取消了我怎么办？我翻白眼：我管你怎么办？这钱是我给儿子交学费的，你昧下这笔钱，还蠢到末领钱就提前消费，怪谁？他急哭了，那是因为杨青青逼我快点给他办婚礼，银行那边又没有上班，我就想着先把事儿办了，事后再给钱也是一样的。恩惠啊，求你了，就我这一回，我是真没钱了。我冷笑：滚！我直接拉黑他。不久后，我听说罗俊因为欠债不还被人当街殴打，原来他为了还婚纱的钱，不惜去借高利贷，现在还不上了，自然就被揍了。他无计可施，就去乡下求儿子，让儿子来求我。儿子回屋端来一盆开水，把他的脸浇得满头水泡，把他打得起都起不来。杨青青更是直接被儿子丢进河里，差点淹死。闹着一出后，两人再也不敢回去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听说杨青青要离婚，罗俊自然不肯，非要他一起打工赚钱还债。杨青青不肯，就被打。不久后，杨青青跟男人跑了，罗俊把她追了回来，说是要好好过日子。没想到1周后，罗俊就因为杀妻骗保上了新闻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。也是在那一天，罗锦晨主动来找我，跪在地上跟我道歉：妈，我错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求你原谅我。我爸那个畜生干出这种事情，我以后是没办法考公了，现在学习也学不下去，根本没前途。我还是想回到以前的学校，好好复读，将来走经商的路。我淡淡的接过话：你不是后悔，你只是无依无靠了，没钱了，所以才想到我。不过，你昨天已经成人了，我对你不再负有义务。他瞳仁紧缩，眼眶夺眶而出，我却没有心软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